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这个读书会。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先进后施在于去年年初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呢，我记得是第3讲是用这个主题。尽管我们再讲一次呢，但是内容是不完全一样了。以前的背景没有设计，那这次背景是经过用心设计。以前呢没有打上字幕，现在是打上字幕。以前直播没有隔音设备，现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摄影棚，所以效果是截然不同。先进后施在于主要是要讲这个说话的艺术跟这个智慧。其实现在的社会呢是名嘴很多，好嘴缺货。那什么是名嘴呢？名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那口水多呢就是非多。那好嘴呢，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呢就法水多，那法水多呢就好话多，好话多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因为你说的好话呢，第一个听到的是自己的耳朵，所以等于自己给自己加持。名嘴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那好嘴呢也是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只要能心无分别，没有分别心，则无人不是法，无处不到场。这样的想法呢才是正念的。说出去的话就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所以才说话出如箭，不得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一射进别人的耳朵里面，再怎么有力都很难把它收回来的啦。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就是覆水难收这个道理一样的。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鲁定公以前鲁定公问孔子，凭一句话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灭亡，有这样子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说这样讲老实讲是有一点偏激的啦。一句话怎么会使一个国家灭亡呢？不过孔子讲，不过如果国君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也没有人敢违抗，这自然是好事嘛。但是如果国君所说的话呢不正确，又没有人敢去违抗他，或适时的呢提出真言，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言堂，不也就接近灭亡了吗？这是孔子呢对一言可以丧邦这句话的精辟的解释。孔子虽然对一言丧邦的说法呢做了持保留态度，但基本上呢是肯定的态度，他也是肯定的，并认为呢一言可以造成兴邦跟丧邦的作用。一句话影响中很大的意思了。这是对一国之君的警惕，对国家也是一样，对一个团体或对一个领众者也是一样，尤其对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可见不经意不用心的一句话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关键人物的一句话更会深深的影响大局。所以讲话呢真是一门大学问。人人都会说话，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会说正语，也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能正常掌握说话的时机。所以正信、正向、积极、乐观、优雅，甚至是幽默的话等等，通通都叫做正语。心中有正念的人呢才有可能说出正语。心中没有正念的人呢，他讲出来的话呢就会比较负面的、悲观的、丧气的、抱怨的，甚至是两舌恶口
或者什么妄语、绮语要讲雅言正语呢，是要经过学习的，因为它也是一种说话的习惯要先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这个上次我们都有讲过，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让用心说话呢变成说话的一种习惯之后甚至变成我们的人格特质就不必再去提醒自己说话的时候要多用心不必，因为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啦。这个道理就好比什么，我们不用去提醒自己要吃饭要多用心现在要走路要多用心不用提醒，但是照样吃得好好的，走得好好的这个就是什么用而不用的道理正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心声，心语心声跟心语它随时在反映我们内在的念头跟情绪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古时候呢，有一个村子那这个里面有一位仁兄呢，他总是说话是负面的常常爱说不吉利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员外要娶媳妇准备邀请全村的人呢都来参加这个结婚晚宴但是对于要不要邀请这位仁兄讲话负面的这个仁兄员外很困扰，要请他吗？怕他在喜宴上说出不吉利的话，那不请他吗？又怕人家说员外心量不够大，有分别心只好怎么样派人呢去跟这位仁兄去约法三章，那跟他说员外要娶媳妇，也要请你去但是晚宴中要请你大吃大喝就好，不要说话你做得到我们就邀请你做不到我们就不邀请了这位仁兄当然同意，他说我同意就约法三章了嘛。那晚宴当天呢，这位仁兄真的是很配合果然是什么没有说话这员外呢看他没有说话心中放下心头大石好不容易呢晚宴结束了，那员外就陪着一对新人站在门口一一送客嘛。那轮到这位仁兄的时候呢，这位仁兄就跟员外讲说，员外今天晚上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话什么都没有讲员外说哎呀谢谢你的配合啦谢谢你的配合。那这位仁兄接着说所以将来这对新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跟我无关一句话真的会让人气死掉已经都不讲话了，好不容易不讲话了，但是只是开口讲一句话又马上破功了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是有这种人的心理学家呢有分析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非全部是靠口才或语言，在人际关系里面呢，语言所占的这个功能只有15%，顶多不超过20%。也就是说，人际关系好的人呢，不是靠他的口才或靠他的什么能言善道不是，而是他内在的念头、情绪、声色、口气、态度等等，是靠这些的。所以才说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你嘴巴讲的都是真理也是可能也是好话啦，但是你的声色跟口气呢不好，很失礼。心地是很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心地是看起来是很柔软，但是口气很强硬这就是近思语所说的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讲哎呦我是豆腐心刀子口而已啦。那豆腐心刀子口是什么？人家还没有体会到你的豆腐心，就已经先被你的刀子口伤痕累累。所以呢，我有一个体会了，是叫什么？
慈悲的源头是柔软，柔软才是慈悲的基础。所以柔软的人呢，很容易慈悲，但是慈悲的人还不一定柔软。因为心很慈悲啊，没错啊，但嘴巴不慈悲嘛，刚刚讲的嘛，对啊，嘴巴不慈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伶牙俐嘴啊，强词夺理了，四字变冲了，直言直语了，得理不饶人了，理直气壮，说话口气很重，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等等，这些都叫做什么？嘴巴不慈悲。那心地柔软，嘴巴也柔软，叫做心口一念叫做心行平等讲话也叫行嘛，讲出来也是化为行动了嘛，叫做心行平等，心行平齐的意思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啊。然而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说话是从小就培养起的一种习惯嘛，所以才说修行最难之处的不是脾气难改了，而是什么？习气难除了，跟口业难修了。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脾气要改善还容易一点，但习气要移除呢就很难了。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有讲过嘛，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残渣好像没有了。其实还有，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那再怎么修呢？再怎么修除除非你成佛了，否则呢，出家跟在家都差不了多少。这个习气呢是如影随形因为它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嘛包括什么口业，包括什么两舌恶口绮语妄语有学佛的大概都知道了这些也算是习气了那习气延伸或累积呢，就变成业力那彼此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为什么上帝造人呢，只给我们一张嘴因为人的嘴巴很毒，你给你2只嘴的话，可能早就把自己毒死了一个道理所以才说无毒不丈夫我们常常讲嘛，无毒不丈夫这是讲男生女生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最毒妇人心都是半斤八两了没有修炼过的人不懂得用雅言正语来祝福自己跟别人，反而用负面语言来摧残自己举例来说，大家就更清楚了有时候呢，我们去参加一些那个国际灾难，我们走入街头嘛去街头募款嘛，那我们偶尔都会听到有人说什么你说那个哪里有灾难我们1块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希望大家共襄盛举慷慨解囊那就是会碰到一些人呢，他就这样讲，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他说他自己欠救还要救人，那你去捐血你说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骨髓捐赠或者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捐血活动时你也会听到有人讲我都欠血了，我还捐血，那这个很令人纳闷这个说话的人那看起来是平安无事怎么会说自己欠救呢？那看他身体都很健康怎么会欠血呢？这一种就是没有祝福自己，讲话没有祝福自己反而在诅咒自己，这个会让人提心吊胆让人替他捏一把冷汗因为祝福的话有祝福的力量诅咒的话也有诅咒的力量所以说话的声色念头情绪口气是代表一个人的涵养，这个需要透过学习的要日积月累刚刚讲嘛，成为一种说话的习惯否则你说话习惯是不正念的话，讲出来的话当然是不正语
那说话时机的掌握，跟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这种取舍的智慧呢，也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了，二回熟了，三回变高手了啊！刚开始我们可能还不是做得很好，像现在我们这样子，我自己也感觉了哈。你说要我嘴巴讲出一句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话哈，或埋怨的话哈，我比较讲不出来。万一不小心讲出来，你会觉得怪怪的，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因为这个不是我讲话的习惯啊，这个要常常要去学习，让它日积月累成为我们的说话习惯才有可能。一位太太正懊恼着刚刚切完水果呢，没有马上把桌子擦干净那这个琉璃这个琉璃台上面呢，长了很多蚂蚁，拉了很多蚂蚁嘛那太太当然是很懊恼怎么这么多蚂蚁嘛？但是先生就笑着说了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那太太是很懊恼听到先生这样想就觉得怎么样轻松很多了。所以一句轻松的话化解老婆呢眉间的皱纹还换来开心的笑容如果先生是说谁叫你不擦干净那这样讲跟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呢？两者是差多大？同样一句话，对，一句是像刀像石头会让气氛很僵让人懊恼一句是像花像和风，会让满室祥和皆大欢喜太太这么懊恼，自己这个切完水果桌子没有擦干净，这么多蚂蚁进来了，但是先生就一句话化解掉了就是说话的智慧了这个就是要开口动舌的时候呢，这个当下的念头，我们要学习先静后思再语，这样话讲出去呢，就比较容易事缓则圆慢一点，不要那么快那这个也是要先养兵千日才有可能的用于一朝嘛。那你看平常我们看我们人群中有些人呢，他坐在那里不讲话，但是让人看了很有好感你看到他你会起欢喜心面相庄严和颜悦色的你跟他讲话更是什么如沐春风不只是不只是和颜悦色而已讲话起来雅言正语那但是有些人呢，这不是这样子，他嘴巴那么讲，但是心里却没那么想，或心里那么想，但嘴巴却不那么讲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口是心非了，言不由衷了，讲起来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你心里要讲的话所以听话的人是听得出来的。那我们是这样的话啦。那生活周遭都会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讲出这种话出来所以平常的态度诚恳，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情绪不稳的时候说话就会急促就会比较强硬一点嘛或者比较消极一点嘛所以呢，这个态度诚恳或者情绪稳定的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比较舒服一点的。那不是说你只靠这张嘴巴会说而已的佛陀对说话呢有他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有一次佛陀开示问他的弟子们说来，我问你们，当你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要不要说？佛陀问弟子们这个简单嘛，对不对？有害又不真实的大家都说不要说这个对了。那第二题呢？第二个呢，佛陀又问了，刚刚是有害又不真实的嘛，现在是有害但真实的，要不要说？有害又真实的有的人会想真实的当然要说但是有些人想说有害干嘛说？对，所以
正确的答案是也是不说，已经有害了嘛，你还说啊？对，所以这还是也是不说。第三个，有益，刚刚是有害，现在是有益却不真实的，要不要说？有人一听到有益啊，有益有好处啊，就要讲啊。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说，因为已经是不真实的嘛，你还说啊？对，好，第四个，有益啊又真实的，要不要说？有益又真实的，重点在这一句啦。啊，大家都说，哎，有好处又真实的，当然要说了。大家都说要说要说，佛陀说不对，哎，为什么不对啊？要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这句话是重点啦，啊，不是说就好了啊。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对象不对的时候，时机不对的时候，即使是有益又真实的，可能也不说。这个时候不是说话的时机啦，对不对？所以说话要看人缘、时缘、地缘，这就是说话的分寸拿捏的一种智慧啊。那孔子跟佛陀呢，是圣人啊，所见略同啊。孔子对说话也是有他的独到见解哦。孔子说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失去这个人的失人，失去；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好，我们先讲第一句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的意思是，可以提醒他、教育他，你却没有把握时机，提起勇气跟他讲、跟他说，去当他的善知识啊，这样会让这个人失去成长的机会。这个就是失人啊，不是说失去这个人啊，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那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呢？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你不可以跟他这样讲，这个时间点也不适合跟他讲，让他听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受伤。如果你这样讲，那就是失言，讲话失言。哎，后面接一句啊，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呐。孔子又说了，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的隐啊，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急躁的躁。不见颜色而言，谓之鼓。打鼓的鼓下面多一个眉目的目啊。前几是第一句的哈，言及之而不言的意思是说，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却不讲，这个叫做隐瞒啊。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你做很多事情也很有心得，请你上台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说啊，我客气了，很多志工是这样子嘛啊，我客气婉拒啊，不要了不要了啊。上人说，这个叫做把心得据为己有，也叫做谦贪。不跟人家分享，据为己有叫谦贪呢。当面应该跟他说，或可以说的时候，你却不说，这个叫做急躁了啊，这个叫做急躁了。所以话是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不要急躁，不要操之过急了啊。话到嘴边呢，留3分，不要说得太满。第三句，未见颜色而言，谓之鼓了。打鼓的鼓下面一个眉目的目了哦，就是讲话没有看人家脸色了，没有看现场的气氛，就懵懵懂懂的，有话直说，心直口快啊。台湾话叫做白目，白目了啊，翻成华语的话叫做糊里糊涂啦的意思了啊。怎么糊里糊涂啊？你去关怀癌末病人。病人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家人也都不敢跟他讲，你只剩
这个家人只剩3个月的生命而已，你却说漏了嘴了，结果呢，还没有病死就先被你气死了，对啊。所以刚刚讲孔子这3句话呢，充满了说话的智慧，值得我们随时警惕自己，用在生活中。有一次有人送了一幅国画，到金舍给正言上人看的。那很多随师的人都围在上人身边旁边一起看嘛，一起看。现场气氛很安静。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委员冒出一句话，他突然讲说：“哇，这幅画画得好漂亮哦！”讲出这句话，很安静的时候，这句话就很突出来了。上人也被这句话有点影响到，上人就头抬起来，看着他说：“哪边这幅画哪里画得很好？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讲这句话，那这个委员就当场十分尴尬，不该讲话了啊！这个就是未见颜色而言呐，谓之古啦，糊里糊涂啦啊！不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少说为妙，多说无益啦哦。有一次呢，马来西亚有一位实业家呢，很成功的实业家来到金舍里面他也来台湾参加一些活动嘛。那上人请他分享做志工的心得既然回来有缘嘛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了，他说我还没有投入当志工的时候呢，我看到马来西亚一些志工们做得十分欢喜十分精进每一个都好像走火入魔，跑出这句话出来。然后他又继续讲，现在我自己投入下去做志工我也越做越欢喜，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是走火入魔讲这句话讲2次。那这位实业家是不善辞令的，用词错误了。其实他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嘛。他是要形容很多人做得很投入、很忘我这种意思的。但是这句话明显是有点会误导大家嘛，这个用词错误嘛。他讲完后呢，上人接着跟大家讲说，刚刚这位某某某某居士他说走火入魔，这个意思是说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哇，这个是转得太美妙了上人这样的反应呢，已经不是机智也不是极致，而是大圆净智，也就是佛智好，先进后施在于上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礼拜我们要继续分享2012年的美东伤敌风灾时此际赈灾过后呢，一位资深的志工分享扬眉吐气，发放之后扬眉吐气的那种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些互相的学习跟警惕警惕什么讲话都要先进后施在于好，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